当地时间11号，白宫发布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2025财年预算计划，总额约为7.3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笔创纪录的预算案中包括专门与中国竞争的40亿美元强制性支出。另外，预算案中还强调要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并首次为台湾单独列出一个项目。 拜登政府公布的2025财年预算提案总额高达7.3万亿美元，显著高于2024财年的6.9万亿美元。深圳卫视注意到，这笔创纪录的预算案中，除了列明增加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为富人增税等国内经济政策外，还夹带大量涉华消极内容，包括专门与中国竞争的40亿美元强制性支出，目的是在印太地区和国际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改变游戏规则的投资，以超过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提出的新财年预算案涉华内容，与其上周发表的本届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一脉相承。当时拜登就多次鼓吹中美竞争，并错误地将中美经济定义为此消彼长的关系。For years, I've heard many of my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friends say that China is on the rise and America is falling behind. They've got it backwards. I've been saying it for over 4 years, even when I wasn't president. America's rising. We have the b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美国国务院负责管理和资源事务的副国务卿韦尔玛11号在记者会上对涉华预算做说明时就声称，必须运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确保在竞争中击败中国。 We are requesting $2 billion to create a new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fund, which will outcompete China by providing a credible, reliable alternative to PRC options. Additionally, we are seeking $2 billion to make game-changing investments in the Indo-Pacific. 路透社认为，美方提出的此项投资计划瞄准的正是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报道提到，长期以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比，美国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的努力相形见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还请求另外一笔40亿美元的裁量性支出，目的是通过对外援助和外交接触来推动印太战略的实施，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深圳卫视记者查阅白宫网站发布的2025年财年预算案全文，发现这项40亿美元的预算包括21亿美元的所谓双边和区域对外援助，含1亿美元对台援助，另有6200万美元用于东盟，还有针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等。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透露，这笔1亿美元的涉台预算将通过军事融资贷款方式向台湾地区提供军援，并渲染称目的是为驻台强化吓阻。外界注意到，去年8月，拜登首次提出提供台湾8000万美元军事融资的方案，并于11月签署，是美国首度以军事融资贷款的方式对台军援。不过，韦尔玛同时澄清，这次编列的1亿美元并不包括美国特种部队在台协训。 We break out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ave a specific line item for it. I think this is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相关涉台内容在岛内传开后，民进党当局忙不迭表示感谢，但岛内主流舆论表示担忧。美国此举对台湾民众来说都是把战火引向台湾的外债，只有民进党当局还甘愿当棋子。这1亿美金不是送给台湾人，是送给美国人。这几年在美国已经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链，所以他们就可以从中获利。这里面多少工作机会，多少经济指数啊！是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对他来讲，美国来讲是稳赚不赔的。另外，这一份预算案里还包括8500亿美元国防预算，较上一年度增长1%，其中首次要求将美国库存中淘汰的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转交给台湾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楠向深圳卫视分析，仔细阅读美国新财年的国防预算，不难发现，美军目前的产能是个大问题，其首要目的还是要确保对乌克兰的军援。美国一方面宣布对台加码援助的计划，是因为拜登要在大选年加大力度打台湾牌，以争取更多选票；另一方面，对台军售的来源是淘汰武器库，也反映出美国的力不从心。美国军方一直存在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军方的研发能力非常强。 但是它的产能是跟不上，并且要完成自己的军事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进程，这就导致了美军一方面它对台湾出售武器是一个去库存，另外一方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对于台湾方面来说呢，这种
这种出售陈旧武器的行为是会继续挤压台湾所谓的这个防卫空间，最终导致得不偿失。法新社指出，除了涉台内容外，五角大楼编列的新财年国防预算实际上还有多处针对中国，包括99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计划支出，以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部队和设施。美国陆军预算总监马克·贝内特更是直言，为应对中国，预计将大幅增加在太平洋地区举行军事演习的需求。As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states, the PRC is our pacing challenge. It is the focus of our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as I've said before, the Army has three major roles to play in the Pacific. The first is in helping to establish integrated deterrence as part of the joint force. So we fund in this budget $461.4 million in FY25. 无独有偶，就在拜登政府发布新财年预算案的同一天，美国主要情报机构领导人出席国会听证会，并在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大肆渲染，在大国竞争、跨国挑战和地区冲突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正面临日益脆弱的世界秩序，中国等国正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体系。针对卫视注意到，报告不仅恶意揣测中俄之间正常的贸易往来，还捏造中国试图利用技术影响美国大选、扩大美国社会分歧等荒谬说辞。对于美方近日多次渲染中国威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竞争不是中美关系的底色，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面临的问题。美方所谓的竞赢，并非你追我赶、共同进步的良性竞争，而是处处给对手下套使绊子的恶性竞争，是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乃至人类前途命运为赌注的豪赌，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在一些政客为了选票而不断对华施压的同时，美国民间层面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上月发布消息称，已与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就新一轮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事宜达成一致，并签署协议，同时正与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就新一轮合作进行磋商。对此，美国舆论激动不已。美媒称，如相关手续得到批准，一雄一雌两只大熊猫会最早于今年夏末抵达。日前，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率各界人士联名公开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旧金山能够为两国民间交往提供独特的重要立足点，已为大熊猫来到旧金山动物园做好准备。这或许也预示着，争取中国大熊猫落户，美国各大动物园将展开激烈竞争。福布斯杂志网站指出，去年在租借协议到期后，孟菲斯动物园和华盛顿国家动物园都将大熊猫归还给了中国。现在，美国只剩下4只大熊猫。全部都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租借协议也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到期。福布斯还提到，中国最高领导人去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当时他指出，大熊猫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我们愿继续同美方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认为，中方愿意将大熊猫送回美国，意在向美国公众释放善意，表明中国政府对改善与华盛顿关系的认真态度。毕竟，送回大熊猫代表着中国对外国的认可，也一定程度反映中美关系正在回暖。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史，实际上熊猫外交在这个历史上发挥了非常独特和重要的作用。虽然熊猫外交在现在呢解决不了中美关系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它会向中美人民传递一个非常良性的信号，也会促进推动中美两个国家民间外交行稳致远。美国白宫公布了2025年财政预算案，鼓噪单列台湾搞所谓援助。那您怎么看美方这一行径呢？在美国每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都会或多或少的染指台湾事务，但以往呢都没有单列出来，都是整合在所谓印太战略部分。比如说2024年财年预算案中，是把有关援助台湾的经费放在一揽子外援计划中，其中呢包括向乌克兰援助610亿美元，向以色列提供140亿美元，向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伙伴提供近50亿美元的援助及其他援助。这个预算案呢还没在国会通过，白宫的2025财年预算案已经抛出来了，其中有40亿美元预计用来投资印太区域与国际基础建设，要所谓经营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这次单独列编了1亿美元，专门提供给台湾军事援助。美国国务院呢鼓吹这是一笔历史性投资，在预算案中首度单列台湾，展现美国所谓对台湾安全承诺。除此以外呢，这次美国预算案另有5亿美元将用在
总统拨款权，补充提供给台湾的所谓武器库存。可以说，美国单列对台湾的援助资金虽然金额不算多，但是对中美关系的伤害很大，表明美国不仅要更大胆地武装台湾，还要支持台独分裂行径，故意加强台美军事勾连。因此呢，中国外交部严厉指出，中方坚决反对美与台军方联系和武装台湾，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今年呢是美国大选年，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可能拿台湾做文章，都会大肆鼓吹抗中，使得中美关系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这份新预算拨备40亿美元投资印太区域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美方声称要以此叫板"一带一路"。那您对此怎么看呢？您认为美方盘算能得逞吗？这笔40亿美元的抗中经费，20亿呢将用于打造一个新的、比中国更可靠的国际基础设施基金。这呢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去年呢，美国在 G20 峰会和 G7 峰会上都提出要建立西方基金，联合扩大投资，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呢是很有限，而且是附带政治条件的。那么另外20亿呢，则是用来协助印太国家加强法治和国家治理，主要用于援助一些国家来协助美国对抗中国。这几天呢，菲律宾宣称要在离台湾20公里的巴旦群岛建立民营港口，由美国出资和设计，大概呢就是这40亿抗中经费中的项目之一。尽管呢这个港口名义上是民用，还说是呢为了台海发生危机用来转移和安置从台湾逃离的菲律宾劳工而建，但实际上呢完全可以军民两用，可以成为干预中国内政的桥头堡，可以成为美国的军港，也可能成为美国的武器库。巴旦群岛呢位于菲律宾最北端，而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是西太平洋和南海之间往来船只的重要水道，具有战略意义。所以美国的抗中经费将给中国的安全呢带来一定的威胁，对中国守护台海、南海主权带来一定的麻烦。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呢正在用小的投资来拉拢建立新的团伙，来共同应对中国，就像美国副国务卿威尔玛这个公开招呼的那样，要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结盟，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尽可能拥有一切能掌握的工具来战胜中国。美国对所谓印太地区的投资加大，也说明了美国的战略重心将进一步的转向印太，与中国竞争，与中国对抗。当地时间11号，中伊俄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拉开帷幕。当天上午，中方参演舰艇抵达伊朗恰巴哈尔附近海域，与伊朗、俄罗斯海军参演舰艇完成兵力集结。那么，此次演习位于阿曼湾附近，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旨在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尽管此次演习为三国年度例行计划的正常安排，但当前巴以冲突外溢导致的红海局势升温，也让此次联演备受关注。根据年度计划及三方达成的共识，中国、伊朗、俄罗斯于3月11号至15号举行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演习由伊朗海军主办，三方共派出10余艘各型舰船参加。联演以反海盗、搜救为主要内容，共分港岸对接、海上演习、总结闭幕3个阶段。11号下午，伊方组织召开联演计划协同会，三方参演官兵代表对接了相关科目具体实施细节。随后，伊海军向各参演兵力发布作战命令。这次联演有助于加强中伊俄海军之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展示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积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和能力。中方参演兵力为第45批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就在本月4号，海军第45、46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标志着第45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护航任务。护航期间，第45批护航编队顺利完成43批72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为14艘过航商船提供安全监护。乌鲁木齐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
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该舰是海军首艘以新疆城市命名的军舰。2018年年初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满载排水量7000余吨，具有较强的对海、对空、对岸、反潜等作战能力，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海上巡逻、警戒、护航、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该舰曾参与2022年的中伊俄三方海上联演。临沂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该舰2012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具有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作战能力，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综合作战能力。东平湖舰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5年12月加入海军战斗序列，满载排水量2万余吨。该舰可进行横向、纵向等多种形式的补给，具有适配性强、补给速度快、保障效率高等特点。伊方参演兵力为阿尔伯兹号护卫舰、贾马兰号护卫舰等10余艘舰船，俄方参演兵力为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沙波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大型反潜舰。值得一提的是，瓦良格号是俄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旗舰，排水量过万吨，而去年俄方参演的是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从演习的这个它的规模上，从兵力的配置上，实际上是比去年呢是大幅提高了。这也凸显出呢，其实现在三方呢都希望把这个海上演习呢去常态化，去逐步的延续下去。演习的科目呢，其实大概的保持就打击这个海盗呀，打击海上走私呀，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啊。这也跟这个演习举办地就是阿曼湾它自身的一个特性是密切相关的。此次举行中伊俄联演的阿曼湾位于阿拉伯海的西北海湾，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之间，东西长约560公里，最宽处360公里，东接阿拉伯海，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相连。两湾周边都是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阿曼湾因而成为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也是从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进入波斯湾的海上交通要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因巴以冲突外溢导致的红海危机持续，也门胡塞武装以美国为首的护航联盟的相互军事行动，对这一区域的海上安全带来严重影响。据统计，去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已对红海航线发起至少60次袭击，美英则以空袭震慑。就在当地时间11号，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其他西部沿海地区遭到至少17次美英联军的空袭。而这种冲突也有进一步扩大到阿曼湾的迹象。欧盟上月就宣布启动红海和海湾地区护航行动，以维护其商业和安全利益。该行动将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海上交通线，以及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阿曼湾以及波斯湾的国际水域进行。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中伊俄此次联演实际上与当前红海局势关联并不大，实际上反映的是三国与阿曼湾这一国际重要海上通道的安全利益攸关。首先，伊朗是本地区国家和重要的能源输出国，是阿曼湾安全的直接关联方。其次，俄罗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越来越倚重跨里海通向伊朗的南北走廊，而且此次演习主要依托的伊朗恰巴哈尔港就是这一通道走廊在印度洋的重要出海口，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而对中国来说，不仅波斯湾经阿曼湾再通向印度洋一直是重要的能源生命线，而且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位于阿曼湾北方出口，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中伊俄三国同为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成员，理念相近，利益相关，所以举行安全纽带联演可谓水到渠成。所以在现在这个背景下呢，这个中国伊三方呢去维护这个阿曼湾的海上的经济安全，去保护这个重要的关键的这个海上通道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上个月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透露此次中伊俄联演，西方舆论就不断对此做出一些无端猜测，宣称三国海军的互动表明在当今条件下，中俄对伊朗的支持。美国《华盛顿时报》当时报道称，在美国发起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1天后，伊朗宣布将与中俄进行海军联演。伊朗与胡塞武装有着长期的军事和
和外交关系。印度时报声称，三国准备进行一场令人生畏的海上联合演习，这标志着在西亚地区形成统一战线。但实际上，中俄伊海上联演始于2019年、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举行，并于2023年被正式定名为安全纽带，而且所有4次联演均在阿曼湾举行，显示该演习已经实现常态化，是三国之间的正常军事合作活动，不针对第三方。俄卫星通讯社当时曾援引俄罗斯著名军事问题专家瓦西里卡申的话称，显然加强三国海军的协调行动正成为定期演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引人关注的是，俄罗斯国防部在介绍此次演习时表示，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阿曼、印度和南非海军将派人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演习。康杰分析，巴基斯坦、印度和阿曼都是阿曼湾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相关海上通道安全与其利益攸关。而南非与中伊俄三国同为金砖国家成员，这些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演都在情理之中。阿塞拜疆与哈萨克斯坦作为2个内陆国家参演，则是因为他们与俄罗斯到伊朗的跨里海的南北运输走廊密切相关。康杰认为，这些迹象也预示着安全纽带系列演习不仅会常态化，还有可能进一步多边化，共同维护这一区域的和平稳定，凸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海洋所带来的安全和发展的这个利益呢，它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阵营的国家，应该去垄断的，而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特别是这些沿岸的国家，从这个海洋的经济活动中啊，从这个海洋的这些权益当中啊，去共同享有的。这也是我们体现出我们和这些美西方他们现在所秉持的一种霸权的一种阵营对抗的这样的理念的一些根本的不同。对于俄中伊三国即将在阿曼湾附近海域举行安全纽带2024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仪式，您又怎么看？我注意到，由于眼下正是以色列与哈马斯打得如火如荼，以及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异常紧绷的时候，因此中俄伊三国在这个节骨眼上举行的海上联合军演，自然会让外界产生诸多的猜测与联想。而在我个人看来，这其实就是一次例行性的海上联演，外界完全没有必要做过多的联想与过度的解读。首先，它并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会朝着军事结盟的方向发展。即使眼下正陷于俄乌战事困境中的俄罗斯有这样的意愿，我相信伊朗也不会将自己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而中国则一直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次，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要联手对抗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更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会在中东地区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虽然巴以冲突的扩大化，尤其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可以对正处于困境中的俄罗斯起到围魏救赵的解围作用，但是清楚知道自身实力有限的伊朗，并不会真正去捅美国这个马蜂窝，而是会谨守不直接军事介入巴以冲突，尤其是不跟美国开战的红线。除此之外，虽然中俄伊三国这次演习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海上经济活动的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会直接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红海护航行动，更不意味着中俄伊三国会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因为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外界心知肚明的。穆斯林斋月已于11号开始，但加沙地区并未如外界期待的那般迎来和平。以色列和哈马斯方面就停火协议仍然存在巨大分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放出狠话，誓言要彻底摧毁哈马斯。以色列和哈马斯势不两立。而就在此时，美以之间似乎也出现了裂痕。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9号接受采访时，回应了此前忘记关麦时说出的要和内塔尼亚胡摊牌言论。当地时间9号，拜登接受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将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严肃会议，并称内塔尼亚胡因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伤害以色列多过帮助以色列。拜登也对此前使用摊牌这一表述予以了解释。What I meant was, it's an expression us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my state, meaning a serious meeting. And it was, I've known Bibi for 50 years, and
He knew what I meant by it. 这也是拜登再次对3月7号声称要跟内塔尼亚胡摊牌的言论予以回应。当天晚上，拜登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后，与国务卿布林肯等人私下聊天，忘了关麦克风。原本私底下的讲话，在有意无意之间被摆上了台面，被美国媒体逮个正着。I told her, baby, show me business. She didn't even know I could come. 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拜登说的摊牌，直译则是来见耶稣，是一种美国俚语表达，意思是进行直言不讳的对话。路透社指，这意味着拜登在加沙问题上对内塔尼亚胡感到沮丧。第二天，拜登又试图以开玩笑的方式找补，但美国媒体似乎并不买账。Why does Mr. Netanyahu need a come to Jesus meeting? What are you hoping to achieve? I didn't say that in the speech. After the What about after the speech? You guys eavesdropping on things. 根据内塔尼亚胡的说法，以军正接近完成战争的最后一部分，战事不用2个月就能结束。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这是直接无视了拜登的红线警告。澳大利亚人报则认为，这可能成为美以关系的转折点。报道指出，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矛盾存在已久。此外，双方在战争结束后由谁来管理加沙、消灭哈马斯势力所需的军事战略等方面的分歧则更大。如今，拜登的摊牌说，则是将背后的矛盾公开化。目前的这个分歧不会完全的动摇这个美以之间的这个特殊关系。从拜登的角度来看，它更多是一种顺水推舟的这么一个态度，而且它大多数的这个攻击基本上都是针对内塔尼亚胡本人，还没有扩大到对于整个以色列他的政策的一个抨击。以色列是美国重塑在整个中东影响力的关键一环，所以他不会如此轻易的放弃和这个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深圳卫视注意到，虽然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美国开始向以色列施压，但在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这一点上，拜登政府仍然展现积极态度。拜登表示，保护以色列仍然至关重要，其中包括美国不会切断所有武器供应，仍然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铁穹系统。不过，政治新闻网援引4位美国官员的话称，如果以色列决定接下来大规模入侵拉法地区，拜登将考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附加条件。从去年底的时候，拜登就已经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地。如果这个方案真的落地，首先我觉得不会对以色列的军事能力造成根本的冲击，因为以色列它的这个军备国防体系尤其是工业体系非常完善。另一方面，我觉得与其说是改善加沙的情况，不如说是让它这个恶化的程度进一步的减缓而已。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的话，那会带来这个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一点应该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上，此前外界普遍期待以色列与哈马斯能在穆斯林斋月来临前达成停火，但据法新社报道，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斋月11号开始之际，加沙地带的战火没有一丝一毫的缓和迹象。我们看到，随着穆斯林斋月的到来，以色列与哈马斯不仅没有达成停火协议，而且以色列还对加沙地带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那对此您怎么看？其实，在刚刚结束的谈判过程当中，哈马斯的态度非常积极，甚至在谈判失败之后，哈马斯仍然表示会寻求新一轮的停火谈判。相反，以色列的态度则显得相当消极，甚至是拒绝派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在谈判的要价上，双方给出的价码也是天差地别的。哈马斯并不想释放全部人质，但是却要求达成一个永久性的停火协议。为此，哈马斯甚至愿意做出重大妥协，可以考虑在停火之后跟巴解组织组建联合政府。而以色列则坚决拒绝永久性全面停火，只提出以临时停火6周的代价换取哈马斯释放所有的人质。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分歧的本质实际上是聚焦在哈马斯的生存权问题上。哈马斯愿意谈判并且答应释放部分人质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加沙这块土地上继续生存下去。相反，以色列则宁愿牺牲那些被扣押的人质，也要剥夺哈马斯的生存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即使顶着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来自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巨大压力，也要坚持彻底消灭哈马斯组织。这背后实际上还意味着，跟外界近来得出的以色列无法彻底消灭哈马斯的判断相反，当前的以色列已经是信心爆棚，
认为自己可以毕其功于拉法这一役，在个把月时间内就可以结束战斗。那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跟美国总统拜登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问题上矛盾进一步激化，您又怎么解读呢？确实，继几天前公开表示要跟内塔尼亚胡摊牌之后，拜登又给内塔尼亚胡画下了一条清晰的红线，也就是以军不得攻入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能够让外界感到惊讶的是，面对拜登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内塔尼亚胡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是摆出了针锋相对的态度，也向拜登亮明了自己的红线，既不能让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屠杀犹太人的事件重演。为此内塔尼亚胡还搬出了自己的靠山，即以色列的主流民意，也就是彻底消灭哈马斯，是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以色列国内压倒性的主流民意。这两个人公开互呛，背后发出的政治信号就是，无论拜登如何施压，内塔尼亚胡将会不顾美国的反应，继续按照自己的意志打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原先外界普遍认为，在这场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决定性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也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将会打不下去。只要美国一声令下，以色列就会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然而，从内塔尼亚胡公开顶撞拜登，甚至是给拜登画红线的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美国究竟能不能控制住以色列？而在我看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仅限于当美国的做法符合以色列意愿的时候，也是美国的影响力仅限于为以色列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来提供帮助，以及在关键的时候站出来保护以色列，还有为以色列挡子弹。但是当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国家意志与战略目标产生冲突的时候，美国实际上是左右不了以色列的。这就是面对拜登苦口婆心的劝说，要求以军尽量避免伤及加沙地带平民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政府会充耳不闻的原因，也是双方在战后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加沙这件事情上会各说各话的原因。相反，我认为在美以关系中，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反倒是以色列，或者换句话说，多数时候都是以色列在左右美国，甚至是牵着美国的鼻子在走。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一凭借的是美国境内的犹太财团的力量，第二凭借的是美国国内因为宗教情结支持以色列的主流民意，第三凭借的是拜登的制衡者，也就是亲以色列的共和党与特朗普的力量。而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政府虽然顶撞了拜登，拜登就不敢中断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原因。俄乌冲突爆发已经2年多了，有西方国家仍然在煽风点火，促使局势升级。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也在为停火止战积极斡旋。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介绍了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近日围绕俄乌局势展开的外交努力。3月2日至12日，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了俄罗斯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相关各方举行会谈，深入交换意见，穿梭斡旋，传递信息。各方高度重视李辉特代此访，对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表示赞赏。汪文斌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经2年多了，2年多来，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凝聚共识，为和谈铺路搭桥。当前战事仍在持续延宕，局势还面临着升级外溢的风险，最紧迫的就是恢复和平。中方真诚希望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推动局势降温，为尽早实现停火、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共同努力。中方将继续坚持劝和促谈，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虽然说与第一轮穿梭外交的行程路线和所谈及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凝聚各方的共识，寻求推动乌克兰危机的这个政治解决的最大公约数，为这个后期的政治解决寻找有利的谈判的条件和一些政治共识的积累。不过，有西方国家仍在拱火俄乌冲突。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8号就表示，来自北约国家的士兵已经出现在乌克兰。这是继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乌克兰派兵言论后，又一个西方国家高官扬言支持北约向乌克兰直接派兵。针对希科尔斯基的这番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北约国家已经无法再隐瞒这一点，否认北约向乌克兰输送军事人员的事实毫无意义。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希科尔斯基的言论将直接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并可能产生危险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俄乌冲突仍在激烈进行之际，却传来了俄海军司令被解职的消息。据俄罗斯消息报10号报道，俄海军总司令尼古拉叶夫梅诺夫已被解职，由北方舰队司令亚历山大莫伊谢耶夫接替其职位。俄媒丰坦卡报称，尽管叶夫梅诺夫在国防部网站上显示的职务未变，但俄海军高层内部已形成明确意见，即叶夫梅诺夫不会回到他的办公室。法新社11号分析，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叶夫梅诺夫的去职将是自去年俄空天军总司令谢尔盖·苏罗维金被解职以来，俄罗斯军方高层的最重大人事变动。对于这一人事变动传闻，克里姆林宫11号拒绝置评。现年61岁的叶夫梅诺夫于2019年5月被任命为俄海军总司令，此前曾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和北方舰队。莫伊谢耶夫与他年纪相仿，也是一名潜艇兵，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舰队服役。俄方长绍伊古曾称赞叶夫梅诺夫在解决俄军联合战略司令部面临的复杂任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海军岗位上，他将充分发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素养。然而，这位专业知识过硬的俄海军总司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处境却越来越尴尬。俄黑海舰队一共才80多艘舰艇，但截至目前，至少有20艘舰艇被乌军偷袭击毁，其中包括旗舰莫斯科号、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等大型舰艇。至于被击沉的小型巡逻艇和运输船更是数不胜数。而在今年2月，凯撒库尼科夫号被乌军击沉后，俄罗斯方面一度传出过黑海舰队司令维克多·索科洛夫被免职的消息。克里姆林宫对黑海舰队损失反应如此之大，是由于这支舰队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的写照，还在2战期间为克里米亚、敖德萨等地区的解放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自从俄乌冲突爆发后，历史悠久的黑海舰队却在短短3年内损失了近乎1/4的舰艇。分析认为，如此惨重的损失自然要由舰队司令索科洛夫和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共同承担。此外，乌克兰基辅邮报11号也引述来自乌军事情报局的信源说，叶夫梅诺夫被证实已卸任俄海军总司令，并声称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决定。至于具体原因，该消息人士称，最后一根稻草是谢尔盖科托夫号被毁。当地时间3月5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消息称，乌特种部队当天凌晨在刻赤海峡附近海域使用无人艇对俄黑海舰队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进行了打击，后者舰尾右舷、左舷被击中。据今日俄罗斯援引英国《泰晤士报》2月28号报道，英国国防参谋长托尼·拉达金是帮助乌克兰制定对俄作战计划的关键人物。据称，他介入策划了击毁俄罗斯军舰以及解除俄对黑海封锁的军事行动。俄方官员指控，英美共同向乌提供目标，俄舰艇坐标，实际上是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有分析就指，乌军仅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对黑海舰队和克里米亚的袭击，其偷袭行动之所以屡屡得手，恰恰是因为得到了北约情报体系的支持。如果俄罗斯无法就北约的抵近侦察拿出针对性手段，仅想着撤换俄海军和黑海舰队司令，完全是治标不治本，难以真正解决问题。2024年全国两会闭幕，连日来，全国两会受到海内外各大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关键词持续引发热议。国际舆论认为，透过两会窗口可以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读懂真实的中国。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大会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的成功激励着亿万人民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新华社社评认为，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文章提到，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把14亿多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有了不竭动力和澎湃活力。市政是注意到，外国媒体对中国两会的关注也持续升温。多家外媒指出，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世界将继续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China's annual legislative meet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wrapped up after a week of high-level meetings focused on the economy and beyond. The tightly choreographed event is a rare glimpse into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尼日利亚媒体《领导者报》也对中国全国两会闭幕进行了报道，并强调称，世界将继续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该媒体援引分析称，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所起到的作用可谓不言而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研究还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美联社报道称，中国的这场年度会议展现了对中国国家发展愿景的支持。法国24小时电视台指出，全国两会是中国2024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涉及经济发展、军队现代化、外交关系等议题。其中，通过新质生产力、新三样等关键词，可以了解会议议程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彭博社则在报道中梳理了中国全国两会的关键词，指出这些词语有助于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未来的优先事项。其中，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率、高质量特征；而人工智能+则是通过深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指出，经济议题贯穿今年的两会，除了政府工作报告外，大会期间举行的经济、外交和民生3场主题记者会都触及经济话题。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称，两会高度聚焦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中国更强调科技攻关，下阶段的中国经济有成长机会。The week-long event was filled with high-level meetings that have been dominated by the economy. 新加坡亚洲电视台记者在总结式报道中还特别提到其参加广东省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的经历，表示这样的团组活动让大家能够知道现在中国的发展如何。他认为这是很好的开放心态，有助于包容接纳更多外界意见，提升自己的发展。So there are macro polic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se macro policies play out on the ground level. I attended a couple of provincial meetings during the 2 sessions, and one of them was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meeting. And, you know, overall delegates are supportive of the policies, even though they are going to be under pressure to deliver on those growth targets. A whole tre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re looking at high-end manufacturing, a focus on smart as well as green industries, as well as building the connectivity with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tap on foreign trade investments. 深圳卫视注意到，广东省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共吸引了102家媒体、225名中外记者到场报道。团组开放期间，代表团特别邀请媒体区的摄影摄像记者进入代表发言区拍摄，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好评。英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向深圳卫视表示，1年1度的中国全国两会是中国民主的生动体现。Created a totally new possibility, which is a global order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ill be based on a global majority, not a global minority. What we're moving towards now is a major democratiza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But to get there, 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some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but the general process, the general trend of history is very positive. 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向深圳卫视表示，这一目标务实可行。It's also in line with what China's been doing since 2020. When it adopted the latest 5-year plan, discussion of that aimed to
double GDP between 2020 and 2035. That would require 4.7% growth to be hit each year. So coming at 5%, yeah, this is entirely realistic. 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3月11号在北京闭幕，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蓝图、中国方案。直播港澳台推出特别策划“外眼看两会”，对话全球政界、商界和学界意见领袖，解码中国式现代化，聚焦新质生产力，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那么本期对话，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皮特·凯尼格。Let me also first congratulate China for an outstanding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2023. While most of the West stagnated or had even contracted economies, China is booming. 凯尼格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和地缘政治分析师，曾在世界银行、世卫组织和瑞士发展合作组织工作30余年。凯尼格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他向深圳卫视表示，中国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增长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6.1%，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0.2%。这对于一个人口超14亿的大国来说意义非凡。而对比美国2.5%、欧元区0.5%、日本1.9%的经济增速，凯尼格还表示，中国在关键领域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China's outlook for 2024 is very bright. A 5% GDP growth forecast is fully justified. And yet another reason for the project that China's socioeconomic prosperity is the ever-forward-moving Belt and Road. I keep repeating that, but I'm a fan of Belt and Road, as you may.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第2个金色10年的开局之年。长期关注“一带一路”发展的凯尼格认为，不断挑起冲突的西方正在不断走下坡路，而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和平繁荣，也促进和世界各地的交流沟通。除了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凯尼格也透露，如何推动外企外资在华发展，同样是他关注的焦点。Let me single out two hot topics that I believe are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China. First, security. That means opposing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external interference.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may also present a challenge for the pursuit of other objectives. Second, the other important point for China, I believe, is what you call pursuing higher standard opening up, which I interpreted as meaning first attracting secure foreign investments with reciprocity, that is mutually agreed favorable conditions. We know that you worked for the World Bank. In your opinion, what role should the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should play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ade? You know, ideally, what they should, the role they should play is facilitating such trade and on an equal basis.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or actually three in some ways, are totally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hich has been created by the West, mostly to become a monopoly for Western trade. China has its own the Development Bank, which I think is a good example of how development should steer clear in the world. 凯尼格表示，他很期待中国跟欧洲进一步扩大交往，希望欧洲国家能抓住机遇，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走自己的路，成为多极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3月7号举行的外交主题记者会上宣布对瑞士等欧洲6国实行免签政策的消息，就令他十分欣喜。I think over the past 4 decades, China has always had an open door for new relations. China has always been open to Europe. It is up to Europe to break loose from its vassal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to
today are going her own way. That means revamping her broken economy and building a new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 irrespective of orders or pressures from Washington. The newly agreed visa-free status for some countries will facilitate and accelerate people's inter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to a newly emerging Eurasia.